今天，我将带你走进中国最古老也最庄严的地方之一——北京的故宫。不论你是否来过中国，相信你一定听过故宫这个名字。它不仅是一座宏伟的皇宫，更是一部真正的历史书，记录着600年的王朝兴衰、文化传承以及无数动人的古老故事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会用简单、清晰、缓慢的中文，陪你一步一步走进北京的古老灵魂，让你在放松的心情中更加了解这个神秘又辉煌的地方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。故宫位于北京的中心，它的原名叫紫禁城。紫代表紫微星，在古代象征皇权；禁表示禁止，一般百姓不能随意进入；城就是一座城市，所以紫禁城的意思就是皇帝居住的神圣城市。故宫非常大，有9000多间房间，从南到北要走半个小时。它不仅是建筑奇迹，也是明朝和清朝24位皇帝生活和工作的地方。故宫的设计非常讲究，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中轴线建造。如果你站在午门，也就是故宫的南门，一直往前看，就能看到一条笔直的线，从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到乾清宫和御花园。这条线代表了皇权的中心。在古代，建筑的位置不能随便安排，每个地点都象征等级。中间的建筑最大、最高，表示皇帝至高无上；左右的建筑较小，用于大臣办公、居住或存放物品。这种对称和庄严的设计，让故宫显得非常稳定、宏大、气势磅礴。在故宫600年的历史里，住过很多皇帝，他们的性格不同，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比如明成祖朱棣，他决定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，并开始建造故宫。这项巨大的工程用了14年，动员了100多万人。他还派郑和7次下西洋，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力量。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他从7岁登基，一生勤奋、聪明，对知识充满好奇。他会写字、骑马、射箭、作诗，被许多人认为是最接近完美的皇帝之一。乾隆皇帝则特别喜欢艺术，也喜欢写诗。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，几乎每一件宝物上，他都忍不住刻上乾隆御题，就像在每个地方都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让文物专家既无奈又觉得有趣。除了历史，故宫还有许多神秘有趣的传说。有人说，故宫有9999间半房间，因为古人相信天上的皇宫有1万间，人间不能超过天，所以故宫只能比它少半间。虽然这是传说，但表达了古人对天地的尊重。故宫屋顶上还有许多小兽，叫稳兽，它们不是装饰，而是被认为能够保护皇宫，赶走坏运气。故宫的墙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因为红色在中国象征喜庆、繁荣和权力，皇宫涂成红色，让整个城市看起来更加庄严神圣。今天的故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历史的呼吸。故宫里保存着各种珍贵文物，皇帝的宝座、精美的玉器、瓷器、古代的兵器、绘画和书法作品，还有清朝皇后的服饰，甚至皇帝小时候的玩具。故宫不仅保存了建筑，更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灵魂。北京的故宫不仅是皇帝的家，更是中国文明的象征。它让我们看到过去的辉煌，也提醒我们珍惜今天的和平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更了解
这座神秘又壮丽的古老宫殿。我是释慧明，感谢你陪我一起走进北京故宫。期待你有一天能够亲自来到这里，在红墙金瓦之间，感受600年的风，轻轻从你的耳边吹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Monk Teaches Chinese， 这里有更多慢速、清晰、温和的中文内容，带你一起学习中文，一起了解中国的文化、历史与故事。也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新的节目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愿今天的宁静与智慧继续陪伴你的一天。